全是棺材。哇，我去！探险时遇见1000多具棺材出现在深山溶洞，你知道有多可怕？这里并不是羊皮洞，位于贵州最神秘的苗族洞葬群被我们亲眼所见。3层石墙防御工事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境？传说中的千棺洞啊，就在我面前的这个芒谷的尽头，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洞中透出的寒意。这时候是53克，所以我们选择这时候进洞。野生的魔芋。这个有很多人不认识啊。走，继续出发。前面这个城墙已经垮塌了，现在是残垣断壁。我们应该要从那一个方向穿越城墙，然后进入它的第2道防御工事。洞厅高约35米，左右的宽度是20多米。这个要是从洞顶神降下来的话，咱们队友果妹儿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了。作为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的胆子的话，还是非常少见的。城墙上面就有很多射击孔位。看到这个城墙上，可以看到城墙的外沿呢是垂直向下的，但是里面呢是分为了4个台阶。城墙的地基厚约4米，采用的是4321的收分砌墙方式。现在我们爬到城墙的最上面看一下，为什么要采用这种4321的收分方式呢？更加的牢固。城墙的最上面呢厚约1米，这里可以看出这是城墙的最上面一层。这里看起来好壮观啊！在火妹的正前方呢，就是一个10仿木的圆形石拱门，它的宽度差不多在1.5米，高度在2.5米左右。一体成型的一块长条石，它左右的宽度在2.5米左右。这边呢有一个门柱孔，这个门柱孔的直径差不多是8公分。8公分的直径的话，这里曾经应该是用的木质的大门，是一个双开门哈，但是现在木料不见了。在里面有发现这种小石院，这个小石院应该是苗族先民所居住过的。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你们猜一下，这里有小石院，这边也有，有灶台，一个石头垒砌的灶台，但是里面没有造星土，应该使用的时间不长久。小碎石头垒砌起来的这种石院子，这个是洞穴里面做的单间还是怎样？如果它是一个房间的话，那么它的大门又在哪里呢？不得而知。这里有一个什么？小石院后面有一个暗道，我们把装备卸在这里，进去看一下。那我就不脱装备，直接进了。哇，这蝙蝠为什么趴在地上？小心别踩到你了。那有一个，这到尽头嘛，这就是一个小型的密室。但这个密室还挺隐蔽的，应该是曾经的苗王寨主所居住的一个暗室。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这里出现了很大的风。这里好大的城墙！嚯，第3道防御工事。对，这跟笔记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咱们穿越这道城墙，就可以见到那个散落一地的棺材板。走走，出发！应该离棺木远了吧？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操场，这前面会不会是沼泽啊？有点软，但是陷不下去。这里洞厅差不多有30多米高，很大一个平地。这个周边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千棺洞里面最震撼的一幕，我们可能还要向洞道深处前进。全是棺材！哇！我去，这全都插着白帆，真的有啊！这里还有火烧的痕迹，散落一地的棺木残骸，白帆应该是后来的人挂上去的。这边还有年代更为久远的棺木残骸，这个我们不近景拍摄哈，为了表示尊重。
看没？这里是1、2、3、4、5副棺木。快看，这边有出口！哇，前棺洞有出口啊，像一个月牙形状的洞口。但是从这里呢看过去，能够看到那个洞口有很多的木架子。洞道的一侧，这边有一副漆黑如墨的棺木。这个棺木架呢有6个角，6个角的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。如果它是4个角的话，应该就是女性。这个前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油纸伞，旁边还有一个瓦罐坛。听到了警笛声没有？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去到洞口看一下，有很大的警笛声。这里发现了一副非常久远的棺木，我们越往前走越多。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木种，上面插的有白帆。这个棺木架子就是4只脚，这个前面全是木匣子架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上还有一个相机的拍摄支架，就在这个以前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恶劣的直播事件。咱们这次的拍摄是完全合法合规的，然后我们不会拍比较敏感的画面，请不要给我限流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副棺木，不到70公分长，上面还有用金丝勾勒的图案。在我面前呢，全都是陈列的非常整齐的棺木遗迹，一直到洞口，这里有几百个平方，可能有上千具棺木，1000多具棺木陈列在洞中的奇景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副棺木的棺架是6只脚，这个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。那么这边呢，它就是4只脚，4只脚的是女性的棺木。刚才发出警笛声的就是这个树上的监控。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景区啊，不破坏这个洞穴里面的场景的情况下，保持敬畏之心，就可以进入这个洞道中游玩。让大家来这里玩的时候能够带走随身携带的垃圾啊。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天坑下面的原始森林你见过吗？这是位于湖北利川的黄桶岩天坑，无人机拍摄到坑底一侧有人为建筑，难道天坑底部如今还有古人后裔居住？这处深陷地底的原始森林面积达到了80余亩，几10年前曾向坑底投放了9只梅花鹿。那么坑底如今是何模样呢？我们决定利用绳索技术下入坑底一探究竟。哇！小心小心！正如兄弟们所看到的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站到了这个黄桶岩天坑的口面。这里看下去是非常的壮观了。从这里下去呢，有数据显示说是120米，但是我目测的话，这个已经超过了150米的高度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从这里开线布绳了，准备锁降这个天坑。你看那里还有石墙。对，从这里看过去，那里能看到有石墙啊。就在很久以前呢，这个下面呢曾经养过9只梅花鹿。我们今天呢就下去看一下，能不能找到那个梅花鹿的残骸。如果有鹿角的话，那捡一个上来也是不错的哈。好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专业操作，开干！咱们在这里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下降线路，我们先在这里找一个自然锚点，给它把绳子拴到这里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，这是专业操作。就这个天坑呢，它是有路可以下去的，但是那个路非常的危险，我们必须是做好安全保护啊，进行探索。我要开线，开干。开始下降。在我做好了安全保护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后面，这条下降线路非常不错啊，它的两边呢都被岩石包裹，所以呢下去是非常的安全的。经历2段绳降之后，来到了中间这个绝壁栈道，可以看到我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啊。做的是方方正正的，这个当时应该去这个，哎，很自由啊，很轻松。这时候向阳正在上升，收绳子了。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
在湖北一个悬崖村，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：9旬老人离奇失踪，500米悬崖顶部发现老人随身物品，经过地毯式搜索，老人却像人间蒸发，没有了半点踪迹。据当地村民讲，3年时间失踪3个人啊，都是无果而终，都没找到哈。无果而终，都遭现怎么说的嘛？挨上挨下，水上到处就像树枝树底，你就是个矿泉水瓶瓶，我们也找得到，应该是。对，他这个人他现在说不清楚了。由于极为险要的地势，悬崖中间的密林成了最大的疑点。受家属委托，这时候呢，我们从重庆云阳赶往湖北巴东，连夜前往进行搜索，并全程记录。希望大家随我镜头分析老人究竟去了哪里。我们携带绳索装备抵达了发现老人拐杖的地方，在发现鞋子的地方准备开线布绳下去寻找。向阳在下面开线，发现了一个天坑，然后我这时候呢带200多米的绳子下去，抵达了第一平台。向阳在那个位置发现了一个深坑，有一个树林裂缝，那就下去找一下吧，不要错过任何有疑点的地方。就在近几天，还有红白鼯鼠在这里停留过。我想，如果有人的话，这红白鼯鼠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。刚刚吹大风的时候，我闻到有一丝那个腐烂的味道。这边是一个峡槽，看这下面，这里就是一个深坑，它是悬崖中间的这样一个倒进去的这样一个负角度的深坑。这个下面，如果是从那个上面下来的话，就一定在这里面。所以说很可疑啊，咱们去看一下。很可疑。然后这里下去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，这里下去有500多米的高度，500多米的高度，家属在下面的树林里面是仔细寻找了没有？现在就是看这个天坑了，从这里做安全保护站，然后再下入这个树底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叶子哈，有那个被翻动的痕迹。岩壁上面也没有血迹，这个不太确定啊。这里有叶子啊，要不我们下到底再说吧？没有哈，连痕迹都没有。这里非常滑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怀疑前面那个裂缝当中有没有，但这里没有血迹，确定是没有。这里也没有血迹，没有什么，但是有苍蝇。苍蝇可能是什么东西的动物的粪便吧，有可能。有可能。这里确定没有啊。可以看到周边再没有别的动荡了哈。从这个天坑里面爬出来了，并没有发现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继续向下开线，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呢会掉在这些树当中，还有这些岩石裂缝当中哈。继续下降，右边这个峡槽里面是没有的哈，空空如也。然后向阳还在继续开线。小北啊，你无人机发现的那个峡槽是不是这里啊？对对对，要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峡槽，这样下去。这里很多枯叶子，下去把叶子刨一下看看。可以。我扔了。扔。听不到落地的声音。完全听不到落地的声音，听不到，非常高。这个石柱的第一个平台里面是有一个一次性碗，在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然后再看这个后面，向阳这时候在检索那个大斜坡。这个树上看老人最后待的位置，在这里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护栏，可以看到这是用树根绑的哈。应该当时这个老人是在这里蹲了很久，但是鞋子是在下面发现的。
今天准备横切50米，搜索悬崖上所有存在疑点的平台。做好安全保护之后，我们继续下降哈。向阳再继续开线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岩壁上面全是这种比较细小的植被，但是在我们下降200米之后，有一个斜着的平台，那个疑点比较大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去搜索那个平台。做好了安全防护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下面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在无人机里面勘测到的那个斜着的平台。这里到河面的距离是500多米。这些树枝虽然在无人机里面看到长得很茂盛，但实际上它的树干并不是很粗壮。如果上面有重物坠落下来的话，这些树枝是挡不住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疑点呢，应该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平台，因为平台是石头的，它是可以兜住一些东西的。已经接到那个雪层台的最上头。发现老人的贴身物品的地方就在这个悬崖的上面哈，从这么下来呢是有100多米的高度。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刚才仔细搜索了一下，并没有发现。现在就是这个大平台，搜索这个大平台，这里一直下去都是陡坡，但是这个平台呢，它过去是有150米的这样一个长度的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密林，在无人机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。有很多人呢肯定会说，为什么不用无人机找？第一是无人机靠近这个岩壁会成自带模式，无人机不受控制；再就是这个林子太密了，现在已经反青了，可以看到很多树木呢都发了新芽。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它的这些密林当中啊，无人机根部，根部才是最主要的疑点。现在要从这些刺里面往下走，走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嫌疑最大的。现在咱们基本上是搜索了1/5的面积，并没有发现。这个下面有很多地方，看到没？这个树枝有被打断的痕迹，就是这种哈，这个被打断的痕迹。然后这个下面还是陡坡，我们要继续开线。然后2个人是并排往下找，这个平台差不多有30多米宽，每个人看15米宽的这样范围。这里是阳光晒不到，是一个暗槽，但是这个槽子我们检查了一下，并没有。但这边有很多这个滑落的痕迹，包括那个地方，只能说向下寻找。看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断崖下去，所有的这种溜槽啊，全部都是在这个下方聚拢的。它这里相当于一个葫芦形。我们现在要检查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个黑洞，大家看到吗？然后呢，这边包括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根枯树也找到了，就是那个树上有被扎伤的痕迹，这里也有啊，感觉应该快找到了。看，这个就是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根枯树，这个是断了不久的哈，但叶子还没落，因为这个老人失踪已经半个月左右了。但这个下面并没有发现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这个洞里面看一下，这个山洞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确实没有，没有。现在只能向下继续寻找。看这个树叶，像不像半个月以前掉落的树枝？有点像哈。这个下面依然是一个80-90度的陡坡。继续下降，咱们来到了这个平台的中下段哈，这里下去就完全站不住了。再看对面，我们昨天是下降到了那个位置，这里也是平台结束的地方，还是没有找到，一点衣物也没有找到。到了这个位置了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哈。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向下开线。到了晚上，这个悬崖上面就更难发现了，因为电筒照不到太远，还是继续下降吧。因为那个有一个平台，必须要这样横切过去。
哈。现在380米的绳子全部用完，我们也最终抵达了这个中间的平台。可以看到，这依然是一个陡坡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但是这些沿途的树有可能是他们找的时候丢下来的石头给打伤的。就下面这时候连那个味道都没有了，一点点味道都没有。这个就是这个从下面看起来像很多黄杨木的这个平台，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陡坡。这是最后一点绳子了，我们把这段绳子讲完了之后呢，再看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返程了。这一片树林，它那个树是长在垂直的岩壁上面，然后就有一些草木嘛，树枝也不粗，然后所有的都找遍了没有，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。如果是我方圆10多米以内哈，有那个人的话，他腐烂的味道我100%闻得到吗？但是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觉得在山崖下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关键是你说我们也找的范围很广，前面也有几批探险队啊、救援队来帮忙找过嘛，都没有痕迹，我觉得这个不好说了就。连续是找了2天了，都没找到，非常的遗憾。我们这时候准备是原路返回了，下面已经上来了300米了，最后一哆嗦了，太遗憾了。我们先后2天搜索了悬崖近2000平米的所有角落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老人家属对悬崖底部的上百亩的山林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包括村里的所有的天坑竖井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老人已失踪15天，希望有知晓线索的网友及时与我们或者老人家属联系，感激不尽，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。